老夫人，今日我不问你前程，也不问你出身，只问你一句：你对我家芷姑娘如何想法？如何想，如何说便是。她有胸襟，有胆识，胜过世间千万人。就这些。她心中无浊气，有静气，沉似水，静如风。倒是看出几分芷儿的性情。不过，你没说实话。老夫人想听什么？不是我想听什么，是你在想什么。我是芷儿的祖母，今日就倚老卖老，问你这一遭。晏先生，你不必急着回答我只望你好好想一想，问问自己的心。什么时候有了答案，想明白了，不用告诉我，该告诉谁，你知道。好。芷儿是个外热内冷的孩子，望你不要让她等得太久，更不能骗她。你还笑？方才你见到祖母，就像老鼠见了猫，没有想到没少胳膊少腿就回来了。祖母动气没有？她怎么同你说的？她可能年纪大了吧，这眼神不太好，居然夸你长得还不错。啊，那大姑娘年纪轻轻，眼神好，怎么什么都没看出来？以前倒是没有仔细看，今日定睛一看啊，长得还不赖。那这马，没人还骑不起啊？可千万别再被祖母撞见了。燕西，你对我是怎么想的？好好查一查，看看太后和华家到底是何种勾连。芷儿是个外热内冷的孩子，望你不要让她等得太久，更不能骗她。我当你是知己。知己是。自我和皇都来，你是我交到的唯一一个，也是第一个朋友。我也是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落在心上的花，雨雪可以下。花纸，知己难道还不够吗？姑娘，我来吧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姑娘，你都不知道，
这小秋子啊，整日比那采花蜜的疯子都要忙。我看你这么大一间屋子，根本就不够他收拾的。念秋，你别做这些杂事。你看这个家里，迎春能管事，福都能长出，鲍夏呢又馋又懒，不思进取，整日就跟着我进进出出的。所以我身边不缺伺候的人。你自己想做什么？你想过吗？姑娘，你袖怎么坏了？就你眼尖。姑娘，衣服缝好了。这袖子怎么都没有缝补的痕迹啊？我是用丝线补起来的，横着152根纬线，纵着97根金线织起来的。从1到万这几个字很好记，从今日开始，我每晚都教你算账。你去找鲍夏，他那几个墨水教你识字是足够的。我不识字，不要紧，你缝补的这么好，连线都记得清楚，说明你专心、细心还有耐心。有了这3心，做起事来一定事半功倍。可是别可是了，咱们试一试。你若做得好，我有大事情要交给你。哎，现在这生意真是不好做啊。对，是啊。这样都挤在一处，谁家生意会好啊？而且一进来就阴气森森的，难怪没有人烟。迎春，你从这第1家铺子一家一家的谈转卖的价钱，这3家都要好好的谈。姑娘，你是要在这里租铺子啊？好吧，我看这几家铺子左右是做不下去了，那我便狮子大开口，拿个好价。哎，小样，别乱跑！福德姐姐，你抓太紧了，我没乱跑。外面人杂，芍，你乖乖跟好我们，要不然下回就不带你出来采买了。那不行，我帮你磨地来，我不惹事。芍乖，走。哎，福德，好好的怎么要采买新材料呀？这后厨又增加了几10号生面孔，买这么多卖给谁呀？姑娘自有她的主意，走吧。哎，你们看那辆马车，好像是花季的。哎，那不就是花大姑娘吗？还跟着2个丫鬟。听说那花家大姑娘长得如花似玉，你们见过没有？那是你们没时运。她当初在街边摆摊写字的时候我就见过，长得特好看。一个卖点心的有什么好看？不就是把我哥害得那么惨的那个狐狸精吗？哎，不如这样，哥几个给你壮胆，一会儿咱们过去，你先骂他一顿。哎，沈衙内，你是不是不敢呀？这有什么不敢的呀？我今天就当是为民除害了。哎，别慌了，别慌了，快走，走。那个简单我也会做，这么厉害呀！花大姑娘，好啊，交个朋友，玩会儿。快走，快走！什么人呢？跟我们家小鸡小鸭似的，光跟人还叫。别走啊！哎呀，还不如咱家小鸡小鸭呢，他们
们把你当成了你花姐姐，故意想欺负咱，赶紧走！啊！哎，他们欺负花姐姐，小妹，他不走了，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快去找他！就是，花大姑娘，好啊，交个朋友，玩会儿。快走，快走！什么人呢？跟我们家小鸡小鸭似的，光跟人还叫。别走啊！哎呀，还不如咱家小鸡小鸭呢。他们把你当成了你花姐姐，故意想欺负咱，赶紧走！啊！哎，他们欺负花姐姐，小妹，他不走了，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快去找他！就是。怎么了这是？你就是那个。芍药，你不是花纸啊？你记清楚啊！我叫芍药，你再欺负我花姐姐，你是。泼彩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真跟完了。他以后再来找花姐姐麻烦怎么办？拿针扎他。我毒死他啊！行行行，快走吧，别叫姑娘担心了。别生气了啊，快走。没追过来吧？好几个沈二啊！哎，就你还要给我们看好戏呢啊！不行，哥儿几个快给你笑死了。就是。我都说了，不错嘛，可以吧？哎，点心其实还不错啊，打了我们了，我带你们来看的呀。没有，对，搞什么？二婶怎么回来了？芷儿，这钱是挣不完的。咱家虽说不如之前过得富足，但也不缺衣少穿的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整日奔波，又抛头露面，总也不是个办法。等忙过这一阵子，铺子稳定下来，大可把它交给外面的掌柜和账房们打理。二婶可是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？刚刚在回去的路上，你的弟弟们同人打了起来，鼻血流了一斤。怎么回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一群不知事的孩子们，说咱们家是末流商贾，又说你如何如何。柏林气不过，就跟他们打了起来。芷儿，我想着，孩子们读书明事理，是为了日后能求个好出身。若是为了这么一点钱，反倒把自己堕到商贾百工的境地里去，岂不是本末倒置？柏林他们也这么想吗？他们年纪还小，自然是不懂这些。但你想想，若他们觉得商贾高贵，刚刚为何要躲着之前的那些朋友们？听到几句话就发火，同人打起来呢？那二婶呢？二婶也觉得我丢人，觉得花家做生意丢人吗？话不能这么说。之前饥寒交加，莫说是做买卖，就是沿路托钵乞食，那都做的。可如今已经不同了。可是祖父他们还在北地啊。算了，二婶，这天色不早了，铺子里也忙得差不多了，我先陪您回去。走吧。母亲，也不管管你那个婢子，怎么了？整天闲着不去做事，把外头纨绔们嚼去的话拿来说嘴。嚼什么了？也难怪李妹妹生气。自打直姐姐把买卖做起来之后，这茶余饭后评头论足的就没歇过。左右又没嚼到你头上，你发什么邪火啊？母亲有所不知，前阵子有一伙子闲人编排直姐姐一个还不够，竟编了个百花谱出来，虚虚实实的编排了一些花家的姑娘在上头，还都取了些混号。有灵儿的？
林妹妹从前是名满进门的才女，人尽皆知的，便被安排了个女教书的名号。女教书，听着是个挺体面的名号啊。你懂什么？那是前朝薛恒度的别号，在行业里讨生计的。哎呀，话是难听了一些，但也少不了你1两肉啊。哎呀，以后你们别同我说这些，我没工夫跟你们打这些闲官司。铺子、宅子里一大堆的事，都落在我和纸丫头头上了。你们帮不上忙，就少闹唤，让我清静些。你现在倒是同他走得清静，也不管我这个女儿了。你从前就是个巨嘴葫芦，如今倒是开了窍，风光到了天上去了。又是长家开铺子，又是办学堂，好名头都让他一人占尽了。哎呀，林妹妹，哎，纸丫头，别管他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2天我焦头烂额的，嘴巴里都长燎泡了，水都喝不下去。咱们赶紧去看账吧。哎，怎么不找念秋帮忙？我正要同你说他的事。来，走。哎呀，走吧。纸丫头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人，这就是他拢出来的账。昨日我忙得连觉都没睡，我也知道你铺子里事情多，我想着找他来帮个忙，结果3催4请不说了。好了，今日拖拖拉拉终于过来了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算错了好几笔账。这么不省心的东西，早该撵出去了。咱家不养吃闲饭的人呢。还有，他可怜，你也想栽培他，可是他的心眼真的比石头还要硬，教也教不会，打也打不会。要是硬塞在账房里面，也是个不顶事的棒槌。还有如今咱家的铺子多忙啊，来来回回多少细枝末节要理呀，千头万绪的进账出账，还有咱家的吃喝穿用各种明细，便是算的眼睛都瞎了，都算不过来。难不成我为了教这个蠢东西，我要先气死我自己吗？啊！总之这个人我不要了，你领回去，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。哎呀，气死我了！先起来吧。这回怎么算错了？越怕越错，越错越怕。去找芍药给你上点药，先休息吧。夫人，您这一算就是1宿，那个念秋又是个不中用的，再这样硬撑下去，身子垮了，可如何了得？那又有什么办法？这生意越好，要管的事就越来越多。你看，这每天桌子上堆得像山一样高，一笔一笔的堆，一笔一笔的算，生怕错了1星半点。哎呀，我脑门疼得突突跳。夫人，要我说，不行你就还把这些账丢给大姑娘算了。哎呦，我都忙不过来了，便去丢给芷儿，她能变出3头6臂来啊？可是天大的事也没您的身子要紧啊。我在想啊，我好歹以前也是个长家娘子，我怎么现在就糊涂了，单打独斗起来了？银珠，你给我去一趟夏家的布庄，去找夏明，你跟他说，让他来见我。这夏明是什么人？是我娘家家生的奴才，从小跟着我学管账的。在我出嫁的时候，我还举荐了他当2掌柜呢。听说他如今还混得有头有脸的，我自己忙不过来，我得找个信得过的人过来帮我呀，对不对？不然我自己都累死了。我这就去。哎，银珠啊，你先避开这里的人，先不要让大姑娘和老夫人看见，免得他们多心啊。我明白，你放心吧。
一个女孩子家，整日奔波又抛头露面，总也不是个办法。等忙过这一阵子，铺子稳定下来，大可把它交给外面的掌柜和账房们打理。从前就是个巨嘴葫芦，如今倒是开了窍，风光到了天上去了。又是掌家开铺子，又是办学堂，好名头都让他一人占尽了。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人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算错了好几笔账。这么晚了，马都睡了，也没课可上。我就来坐一会儿。终于觉得累了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星星都比平日里多些。你有多久没看过星星了？我都忘记这回事了。本来以为可以更自由、更痛快，但是忙忙碌碌到如今，连抬头看天的闲暇都没有了。上次这么无所事事，还是祖父没有出事的时候。你只是忘了，以后我会提醒你。冷不冷？今天可是遇到烦心事了。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就是让人心烦。说说看。我能靠一会儿吗？顾妍希，你什么也给不了他，再往前走，只有更多的欺骗。至少现在能给他片刻温暖。所以发生什么了？我说了，你可要替我出出主意啊。好。今日三婶又怪罪念秋了，家里的妹妹们也都在心里抱怨。这是把学堂并给我小教场了。先前我就嫌学堂太逼仄，孩子们待在里面不开心。这搬出来了，屋子敞亮了，人心也就敞亮。而且刚好地方大了，可以开设百叶课。百叶？说来还要多谢燕先生提点。怎么突然又谢我了？这么快你就贵人多忘事了？啊，你又想到什么了？二夫人同我说，不希望花家的子弟沦为商贾百工。薄林薄里在学堂里还能昂首挺胸，可是走出了学堂，却根本抬不起头来。但是我觉得这各行各业谁也不低人一等，所以每隔5日，我便要请一位行当里的好手，做百叶先生进行授课。亏你想得出来。只是劳烦这第一讲要请燕先生来讲。我教教武艺也就算了，哪里会上什么百叶课？我想听你讲讲北地。老夫人，你说这好好的学堂为什么不教正经的史书，而是教什么百叶课呀？这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了？
不知道这纸丫头又要弄什么戏法呢？莫要想太多，先看看再说，眼见为实。大姑娘盛请，燕某却之不恭。今日就由我来给大家当一回百叶先生。好，好。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？是哪儿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这是北地，你们父亲跟祖父去的地方。我自幼北上，在北地待了10年，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在北地的见闻。离开皇都，光凭2条腿，要走上4个月，才能翻过昆山。4月。接着再走500里，才能到达边城。北地寒冷，即便是3、4月份，到处也是白茫茫的一片。燕先生，那祖父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呀？在北地啊，大雪封山之前，无论老少，都要入山打猎。女人呢，就在家磨麦子，做干粮，把猎物剥皮制衣，把肉熏成肉脯。哦。其实呢，北地也并不全是苦寒。就说冬天啊，可以入山猎鹿，鹿都会躲在一个雪坑里。这个时候设伏，十有9中。赶上天气好了，还可以去敲冰抓鱼。敲冰抓鱼？到了暮春时节，天气开始变暖了。这个时候，边城内外会开满杏花，就像升起云雾一般。到了夏天啊，就有很甜的杏子可以吃。北地清凉，不像皇都这般酷热。燕先生讲的真不错，像是见过世面的人，真有本事呢。您说是吧，老夫人？燕先生，你太厉害了！好厉害！还有一件事要同你们说，从明日起，不用再练扎马步了。但是，天亮时分，来小教场集合。干什么？叶先生这么早去做什么呀？对啊，来了就知道了。回去吧。爸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头一堂百叶课上完了，东家可还满意？我真想去看看你说的那些杏花树。一定有机会的。你明天要教他们什么呀？你开百叶课是为了修心，告诉他们要自尊自重。我领月钱，自然也得出份力。明天我带他们练练脖子，告诉他们不管到哪儿，都得把脑袋挺起来。李哥，李哥，哎呦，这么早都没睡醒，怎么就训练了？早上凉，把这衣服披上啊。去吧。从今日起，每日卯时3刻集合，围城慢跑1圈，强身健体。晨跑？敢懈怠的，再多跑1圈。前几日你们郑先生不是教了千字文吗？边跑边背吧。我背千字文。